有一种蓝，叫做蓝与蓝。听说这里的海会黏人，这里的风有故事。今年夏天，我终于来了，寻找传说中的地下屋，还有那滑向太平洋的拼板舟。蓝屿，我来了。来到蓝屿的第一站，我们刚才下午在觅食，然后因为下午很多店家要休息，我们看大部分店都关了。正当我们准备放弃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，有一个巷子好像可以走进来，初级下仿佛若有光。就我们走进来之后，就发现这里有间冰店，像一个秘境一样，很多人在这边很自由的聊天啊，吃冰。然后这边因为有树荫跟帐篷的关系，所以蛮凉快。我觉得是个消暑的好地方，点了芒果冰也蛮好吃的，真的。这里直接成为蓝屿我最喜欢的秘境。接着我们去夜观，蓝屿角鸮和光泽瓜牛是我们的2大目标。早期蓝屿角鸮经常出没在墓园，被达悟族人视为不吉祥的动物。相反的，纯白近乎透明的光泽瓜牛则有蓝屿最纯洁的动物之称。到这边来哦，那第一次来的民国40年，那个不是叫换人，那个是从民国38年我们大陆迁移到这边来之后，过剩的荣民，我也是荣民哦，我是职业军人退下来哦。明天大热天，是因为看到那个大热，对，看到那个它就是在我们的不用看气象，我们就看这个。所以明天是天气很好。天气很好，对。向导发出奇妙的声音跟角鸮沟通。好，我刚刚有传简讯给他，但是他说你要保持安静。这个已经成鸟了吗？小一大欺负人太小只了吧？是吗？你的眼睛很好。这是好可爱，胖胖水水。另外一只人。夜观除了往山上走，我们还去了潮间带。懂事就好了。好，各位来看一下哈，椭圆形是母的，三角形是公的。哦，所以它在初一15的时候，它有卵。夜观后，我们跑到东清夜市。这个夜市约莫只有10间店，是个小巧温馨的夜市。我们还遇到当地耆老跟我们聊天。我在夜市点了芋头飞鱼饼，最外层是撒了胡椒盐的饼皮，里面是甜甜的芋头，内馅包着飞鱼，咸甜咸的组合形成有趣的口感。达悟族的男生捕飞鱼啊，女生则是种芋头。飞鱼是他们的菜，然后芋头是他们的饭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闻芋头冰，算是他们的特产芋头做的冰淇淋。那它的口感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是介于冰淇淋跟芋头之间的口感，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。隔天早餐我们吃了阿里给，我很喜欢边吃早餐边望着前方的八代湾。八代湾沉船是个知名的潜点，但我没有执照，不能潜到那么深。10米左右的深度也是可以欣赏到多样的水下风景。兰屿不只可以玩水，还可以登高。我们现在要去兰屿气象站，那它是兰屿的制高点。路是山路，然后比较陡峭，又有青苔，所以我们要把机车停在路口，然后往上走。那我们就出发去看兰屿制高点的风景哦 ，Let's go！ 给大家看看一望无际的风景。
兰屿气象站除了常见的气象数据之外，因为兰屿有存放核废料的关系，这里还有做辐射侦测。我们这次去地下屋的导览员叫做夏曼马宁 A， 刚好跟我唯一认识的兰屿人夏曼兰坡安一样，都姓夏曼。我那时候本来想说，我一定要问他说，你认不认识夏曼兰坡安？你们是不是亲戚？结果后来做一下功课之后，发现夏曼是父亲的意思，所以夏曼兰坡安表示他是兰坡安的父亲。所以在他们达悟族的文化里面，成为父母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转变，然后他们的名字也会以第一个小孩的名字为主，然后他们加上前缀的感觉。相较于用父母的姓氏，他们这种文化以小孩为主，比较看重下一代，我觉得有一种向前看的感觉，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，挺好的。夏曼兰坡安说，现在很多台湾作家的作品，对他来说都是城市星巴克的作品。这次既然来到兰屿，就来体验兰屿的咖啡厅吧。来到好好咖啡，外观有地下屋改建的感觉。户外有个有趣的抛球游戏，英文叫做 Cornhole， 让玉米来为大家示范示范吧。这次在兰屿遇到台风，多停留了几天，也有了更多不期而遇的惊喜。比如说，在台风过后，许多店家没有营业，我意外发现这家名叫金石堂的铁皮屋早餐店有开，店家很亲切，里面的蛋饼我很喜欢。另外还有面小妹，老板说他们的客人大多是在地人，我觉得是一间如果开在我家附近我会常吃的家常菜。我们看老板在吃一种神秘的水果，问了才知道原来是兰屿小莲雾。我试了一下，小小一颗蛮酸的，有趣的在地水果体验。经过这次台风，我才理解为什么兰屿人要盖地下屋来避免房子被强风吹走。夏曼马尼 A 说，兰屿人要随着在部落身份地位的提升，才能盖3门房或4门房。有些人传的技术费啊，他们想说，或是在家门前多放一颗石头。这些山羊角都是房屋落成之后由山羊宴客留下的。经过这次的介绍，让我感受到不同族群也是有不同的竞争方式跟生活压力。这条鱼它是男人鱼，只有男人可以吃。石斑鱼分很多种类，有灰色的，有红色的。好，那我们在里面，如果今天有这兰屿的石斑鱼有10种好了，可能只有1、2种，有点倾斜了。只是我们这边看不出来。对，看不到。那刚刚下那么大的雨，这边也没有积水，其实也不是全部的水都往这边流，一半的水都会渗下去。这个不放下去，真的里面都是大的。我记得有一年，开开心心的带了那么多客人来的，结果一进来全部都是养大鸡的。精彩的地下屋导览后，接着就是来到漂流木餐厅。我点了飞鱼软炖饭，又加点了一只飞鱼，煮成亲子冻。我觉得炖饭好吃，但飞鱼普通。就像夏曼马尼 A 说的，飞鱼主要不是好吃，是飞鱼既可以大量收获养活家人。最后一站，我们来体验拼板舟。传统的拼板舟上面会有图腾装饰，纯白没有装饰的拼板舟则是观光用的。稍微往里面走，就开始看到地下屋了。哦。直角正中间，就像我们刚推下来有磨到地板那一块红色那一条红色。哦。因为它会比较长期磨到
石头啊、沙子比较容易磨损，所以我们用的木头是算兰屿算最硬的木头啊，它是龙眼树的木头，龙眼树的木头，所以撞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底下很硬，很坚硬，它重量也比较重。对啊，我们第二层的话是你们船头船尾，就那个给它船头船尾是因为也是比较常撞到了，很容易解体，所以我们用的木头是比较耐撞的木头。我们用的木头的话是土芒果树或懒人柩的木头，所以你除非真的撞得很夸张了，它才会直接分解的，不然平常不会分解。我们第3层是熊摸得到两侧，因为它木头比较轻，所以浮力很强啊，所以我们用的木头是面包树的树种，就因为浮力很强，所以我们去水满了我们也不会沉下去。他说，因为拼板舟底下用重的木头，上面用轻的木头，如果你在船上乱动掉下去的话，船会自己翻回来，像个不倒翁一样。这次台风过后的隔天，海还是一样的蓝，山羊还是一样的 chill。我想，整个兰屿就是一艘巨大的拼板舟，承载着达悟的文化与灵魂，优雅而坚定的在太平洋上自己找回平衡。